人在极度疲倦、极度崩溃下极容易撞鬼啊。括弧再加极度疲倦、极度崩溃、极度生病。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遇鬼事件啊。2025年6月，也是因此我才接触到王树宁的频道，开始对玄学感兴趣的，因为我吓得够呛。算下来算是祸福相依吧啊，请我娓娓道来。我做商业的，一年在世界各地会飞个10次8次吧，欧洲、中东啊、东南亚为主。东南亚我主管，所以这次呢就发生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。那天我降落雅加达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，我下飞机就直接打车赶往酒店，到酒店晚上11点。由于司机带我走后门，所以第一眼进酒店感觉到了个停车场，于是司机下来问保安，绕到大堂把我放下。当时我在车上观察四周的环境，我感觉到了有一丝阴暗，不是环境上的，而是感觉上的。在大堂前下车，酒店门口摆有一辆复古的摩托车啊，推开玻璃门，大堂进去，有吊在空中的汽车模型，还有一些物件很大的艺术品，颜色非常鲜艳，是有一定的设计的。看到大堂亮着灯，前台有一人值班，早餐餐厅吧台都已经关灯了，显得有些凄凉。当时我心里想，哎，这个虽然不是5星，但也是4星酒店，不至于这么静和荒凉吧。但是又一想，哎，反正快11点了嘛，也属于正常。于是没想太多，办理入住。3楼305，拿着房卡找房间，一间一间数，走到了走廊尽头。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走廊尽头啊，那个地方最阴嘛。由于已经比较累了，也就没想去换，于是开门进房。刚忘了敲门了吧？啊，刚打开门，就看到电视机在放着，不是那种插卡通电之后才放的，是我没插房卡取电之前就电视机已经在放了。我心里还想，难道就这么一直放着电视？但是也没仔细想，因为有时候房间的电视确实会开。房间的色调只有黑白色，桌子是白的，桌椅是黑的，衣柜是白的，床垫枕头都是白的，床架又是黑的。我住过不少酒店，这种色调是第一次见。我当时身体上就发生了生理不适，但就是说不出来不舒服啊，但又不是疼或者难受。现在想起来，应该是我的第六感和我的身体最真实的第一反应。这个房间里是有脏东西的啊，可惜他没有注意啊，没有重视啊，当时换房间就 OK 了，然后就不念了啊，就是他就开始第一天没什么，就是睡不好，第二天忙碌的工作啊，工作了1天啊，然后第3天就是没有什么事儿，所以第二天晚上呢，他决定好好睡一下。啊，由于第二天早上没有安排事情，是可以睡个大懒觉，我特意把闹钟关了，拉严了窗帘睡觉了。怪事开始发生了啊！这是第2个晚上，不是第1个晚上。第1个晚上没发生什么，我在深度睡眠的状态中，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吵醒，非常大声的电话，是房间里的座机在响，因为我把手机设了静音，关了闹钟。说真的，我当时是懵了几秒钟，看了一眼手机，才早上7点多，天才微微亮，我心里很窝火，被吵醒的那种火，相信大家都懂。当时啊，我困得不行，于是就拿起了座机，因为我以为是前台打错了，所以我拿起电话就想着开骂。殊不知，当我拿起电话之后，喂的一声过后，听筒里传来的不是一种人声音，而是一种摸一直的带着点哈气声啊，就是很奇怪的声音。然后还响起了一些极其恐怖的音乐，这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恐怖片差不了太多，就是有人一直在你耳边那种哼哼唧唧，还带着点电流吱吱声，一直有电流和恐怖音乐一直不停，然后还有恐怖音乐背景响啊，这种声音让我当时就全身鸡皮疙瘩瞬间起来了，哪怕是我现在回忆，身体仍然不由自主的起了鸡皮疙瘩。我可以说是瞬间秒醒，迅速想该怎么办，是把电话挂上，但他又想怎么办，于是我自以为是的把电话放在一边，然后按那个座机的按钮，因为按照我以前的认识，你把话筒放在旁边又压住座机的那个通话按钮，就是压住座机那个 speaker 啊，那个免提的那个按钮，就会停铃声。然后你不把话筒放回去，别人也没有办法再把电话打进来，可是就是造成个占线嘛。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时候是，即使我把听筒放在了旁边，挂了，摁了电话那个挂断键，又摁 speaker， 那声音还是源源不断的在放出来。我犯贱
啊，又仔细听了一下，依旧是吓得不行啊，没有说话，断断续续的么么么么么么，呵呵呵呵呵呵，伴随着哈气声，哈哈，鬼怪的音乐。这次我管不了那么多，赶紧把电话挂掉。啊，好吧，挂了电话呢，声音没了。我惊魂未定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异国他乡，我一个人在乌七八嘟的房间里，那种萦绕在心头的恐惧啊，真是让我吓破了胆啊！这次我是真怕了，我一点睡意也没有。其实我心里是很困的，因为昨天晚上忙到2点才睡，但是我根本睡不了了。想了几分钟，我鼓起勇气走出房间，去找酒店要说法。于是我穿着短裤、睡衣，披头散发，双眼血丝，三魂不见七魄，跑到了楼下的前台诉说抗议。我绘声绘色的跟前台讲完之后，我估计前台也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安抚了我一下，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啊，前台这种都有经验，表示他们都会调查，估计也是被我的样子吓到了。大早上呢，估计前台也是懵了。我当时想的是赶紧换酒店，好去补觉，因为我下午还要见一个客户。但是呢，早上呢，任何酒店不让我入住啊，所以只能换房间。于是呢，我要求他们换一个阳光很大，能直射阳光进来，不能在尽头，而且房间不能有电话。前台小哥安慰好我之后，马上去安排。我呢，回房间要收拾行李，所以我说可以，但是我要求有一个保安跟我一块回房间，不敢回去了，因为我真的被吓坏了。于是在一个保安大哥的陪伴下，回房间收拾自己的衣装细软啊，换房间。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，一个酒店的 IT manager 过来安慰我了。他跟我解释，电话在酒店里面是局域网，外面是打不进来的啊，不经过前台接线，外面是打不进电话的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查了局域网的电话日志，发现我的房间那个时间没有任何的拨入拨出记录啊，这不是吓唬他第2次吗？多新鲜！什么鬼吓唬他，又不是鬼，怎么会用局域网呢？所以我当时的脑瓜子嗡嗡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心里啊越发毛了，看来是撞鬼了，那就是撞鬼了嘛，就是鬼吓唬你啊。后来而且这个鬼很猛啊，能量很强啊，印尼雅加达那边阴的不得了，就跟柬埔寨一样，亡魂无法超度。后来我换到了另一个房间啊，有个超大落地窗，太阳光直接照进来，于是我又困得不行，下午见客户我就补觉了啊。之后的几天啊，倒没有发生什么啊，还在这个酒店。但每次想到这个电话，鸡皮疙瘩我都会竖起来啊。回来之后，我跟家里边讲这件事儿，家人帮我祈福啊，请平安符。我开始在网上搜这类事儿啊，就这样搜到我的频道啊，翻了王叔的频道，就知道了什么是走阴，知道人在极度疲倦、极度崩溃下极容易撞鬼啊。（括弧再加极度疲倦、极度崩溃、极度生病啊，身体生了大病啊，快死了或者阳气很弱，容易见鬼。）啊，加上东南亚确实是很脏啊，网上有很多类似的事件，我确定无疑我自己是撞见脏东西了。现在的我更加重视健康啊，这都是重视健身啊，这都是老王直接告诉你怎么扛鬼，很简单，健身，吃牛肉，吃睾丸，那个 booster 啊，培养阳气，当然也培养正气啊，直面自己的恐惧，垂手之善要做啊。然后应激之恶不要做啊，保持自己心态的平和和正向啊。也知道王叔说你身体正向，能量是正的，他不会来找你的。也知道了王叔说遇到鬼怪最好一口吃掉它啊，那是在梦里啊，真的你也吃不着它，你看不见它。让他知道你更强的这类做法。由于工作关系需要到处跑，现在我更加坚信并且增强自己的磁场。希望这个故事能让更多的人相信我们的世界并不是那么简单。下一个台湾教友阴间来电一样的啊，非常恐惧。胆小的可以不看，其实没有必要啊，胆小才要看。听完了之后就知道它是真的，跟阿猫阿狗一样，就是你们家进来一只耗子或者进来一只蟑螂，你就吓死了吗？你们家进来一只鬼是一样的。这有了知识，你才能抵抗它。今天跟大哥分享我小时候一桩怪事啊，至今无人有过相同的经历。哎呦，有啊！刚才这个哥们儿就跟你有相同经历啊，只不过是在雅加达他听不懂啊。我出生于1980年的台北啊，台湾啊，当时台湾已经家有空调、电话、汽车了。事情发生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啊那年，
爸爸跟叔伯随棒球队啊去北京看亚运啊，台北棒球队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啊，很能打，世界第一级的啊。叔叔有一支台湾职业棒球队，我操，你叔叔大款啊！小哥艾伦陈啊，咱们俩要交朋友哦啊，我要去台湾啊，你也要跟我一起吃饭啊。最好拉上你叔叔哦。哈哈哈哈。亚运期间的某晚8点多啊，爸爸人在北京，妈妈在佛堂拜佛，哥哥姐姐在房间看电视，剩我一人在书房写作业啊。他爸爸叔叔去北京了，突然家里电话响啊，我接起来，电话那头背景声音很安静啊，说话没有恐怖音乐，这个说话是一个中年男子，劈头就问我爸爸是谁啊？去问你爸爸是谁啊？我又是爸爸的谁啊？就是你爸爸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啊，你是你爸什么关系啊？什么人啊？问。当时我年纪小，因为他上小学嘛，没有防备心啊，都一五一十交代了。我爸爸是谁谁，我是他的儿子，这啊。交代完，对方回说，跟你爸妈说我是你四伯，我在苏州缺钱用，旋即挂上电话了。就我呆立电话一旁，一头雾水，想说是不是伯父在大陆遇到困难啊，缺钱用了。这时候正在想，电话又响起，我马上接，还是那个人，同一位男人啊。男人只留下一句话，记住是四伯，1、2、3、4的4，不要记错了。咵，电话又挂了。没多久，妈妈从佛堂出来，我告诉她啊，她一脸狐疑问我，你有四伯吗？没听说过呀，你四伯小时候就夭折了，你四伯是有一个死了呀。PS 台湾俗话，人死了叫做去苏州买鸭蛋啊，台湾的俗称就是人一死叫去苏州卖鸭蛋啊。当时不知道，只以为苏州在北京附近。PS2 台湾小学老师真的都说大陆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哈哈啊！你刚知道，我们大陆也这么说你们啊，让我们解放你们去啊！说台湾小朋友生活在蒋匪帮水深火热之中，让我爸一顿臭骂啊！我爸是解放军的老军官，我爸听说他儿子上学小学1年级第一课，居然被老师骗了，说台湾小朋友和美国小朋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我们要解放台湾小朋友，3面红旗解放台湾。我爸解放军老军官一脸义正言辞，他胡说八道，台湾小朋友比你吃的好多，过得好多了。那台湾人就是说我爸还是很清醒的，告诉我台湾生活水平很高啊，能买得起小汽车了，你瞎解放什么别信他的。所以我从小就有颗反叛的心啊，就是因为我从小我就不信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种啊，活人接死人电话啊，很有意思啊。就是我跟你讲，你那时候多大啊？我给你开智啊。1980年、1990年10岁，就是为什么是你接电话？因为你是小孩啊，你阴阳眼没关，所以呢，鬼这个时候就能通过电话来影响你。如果你妈或者你爸不是，或者你们家成年人电话不响了，这都是安排好了的。因为打电话的人啊，应该啊，我猜啊，这打电话的人应该是你四伯爷或者你四伯爷上身的一个人。第二个可能性非常大啊，就是你四伯爷上身了，给你这电话弄响了，要烧纸。要烧埋钱、元宝钱，我不知道你妈也是信佛嘛，台湾人嘛，应该是烧了啊，肯定是烧过了，写好录音，烧完了他就不说什么了啊。说四伯爷就是在地下过的苦啊，缺钱啊，也有可能这个人打电话，这个人是一个类似于怎么讲出马仙，大陆叫出马仙，你们台湾叫灵媒啊，有可能是这样的身份啊，他感受到你四伯爷这个需求，打电话给你们家，告诉你这个事儿，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啊。那是你四伯爷这个本人的可能性不大啊，是他通过灵媒的嘴讲出来的啊，就上身之后的可能性非常大啊，那就是你四伯嘛，我是你四伯嘛，你们说的也没错，我在苏州缺钱用啊，就是我在下边缺钱用，旋即挂上电话，而且呢，被上身的这哥们儿啊，就是打你们家电话人是台湾本地人，因为你四伯要是死在大陆啊。小时候死在大陆啊，他不飘到台湾附身的人身上，他用不出我在苏州缺钱用啊，除非你们家真是苏州的，他死在苏州，那他才知道你们台湾俗话讲人死了要去苏州卖鸭蛋去了啊，这个有意思啊，挺有意思。如果我判断是正确的，就是你四伯爷小时候死没死在大陆的苏州，
那就是他附在了一个台湾的本地灵媒上。这个灵媒是台湾人，知道苏州的意思，说我是你四国爷啊，我在苏州缺钱花，赶紧给我烧纸。好嘞啊，这个今天就这样啊，我们今天的玄学就告一段落啊，祝你们在新的一个星期里发大财，身体健康，正念强啊。